大家早安，我阿爆了。看到这个背景又知道，我们刚回来台湾3天，又要走了。这一次呢，受到了来自Garena的邀请，要去观赛这个传说对决 AIC 的4强赛以及总决赛。AIC 这一次的4强呢，总共有3队泰国队以及1队台湾队，所以不知道闪电能不能完成这个1穿3的这个壮举。那包含这一次的饭店啊、机票，其实都是Garena这边来做负责的。越南河内住的饭店呢是非常好的5星级饭店，等一下落地之后呢，也会直接先过去 check in， 到时候再带大家看。那我们就越南河内见。那我们这次入住的饭店呢是喜来登，应该是北馆，房型呢是2张单人床。这一次是我跟经纪人一起来的。右边呢就是一个浴室，然后它这个浴室里面其实还算豪华的，因为有一个浴缸，然后右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干湿分离，左边呢就是一个鞋柜，然后一个镜子，右边呢就是2张的单人床，然后一个小小的沙发，你可以在上面置物或者在上面躺着，还蛮大的电视。城市的样貌大概就长这样，它有高楼大厦，然后也有比较矮的平房，然后下面的话可以看到交通，小小的休息一下，然后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去场馆跟大家会合。其实饭店离场馆非常的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场馆的环境。首先，这个入目眼帘的呢，就是一面选手墙，来自泰国的 PSG Esport、Bacon Time、Four Sense 以及台港澳的独苗闪电狼 Flash Wolves。这个场馆其实非常的大，这边也有看到闪亮的摊贩在这里。那我们进场馆之前呢，也拿到这个工作证。那我们这一次4天的行程呢，全部都会用这个工作证来进场。刚才这个场地的导演应该是带我们绕了一整圈的场地，然后带我们看了一下整个场地的布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场地的区域规划。我们现在人是在舞台上，主要是由3面大萤幕围绕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选手在这边比赛的区域。再往前一点呢，是一个观众跟媒体区。再往右边的话呢，这一区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工作的地方了。那这一次 costing 会是由我跟凯，也是一位职业选手。那我会跟他一起在这个地方做转播。我们调整完我们的电脑跟设备啦，那现在选手也是在台上做彩排。那我们的彩排也告一段落，准备下台。好嘞，那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大概6点左右，是时候来准备我们的第1餐了。我们现在这个随机打野的行程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走进了一间咖啡店，我们打算点一杯白咖啡来喝看看。14万块。好嘞，我们的咖啡终于到了，我们等了15分钟，超级久。那这个是越南蛮有名的白咖啡啦，那它就是很多的牛奶，然后加上少量的咖啡。好喝我喜欢这种拿铁，很甜。它这个甜是有点甜到会有点小齁的那一种，它比香草拿铁甜2倍。但是你在喝完之后，它有那个咖啡的香提上来，你很齁的同时，你又会觉得蛮爽。我们现在来到选手聚集的喜来登饭店，我们要做一个秘密任务，就是突击目前在训练的闪电狼。那我们这一次也请到了来自闪电狼的大家长伊森哥来带领我们。好，我们现在就跟随着伊森哥的脚步来去突击一下闪电狼的选手。我们现在在干嘛吧？哇 ，Hello， 这人也太多了吧？这边是在开趴吗 ？Hello， 大家好。他们在等你来。等我来干嘛？我刚刚就有看到你们啊，你们在彩排啊，然后奶绿一直打哈欠啊。我可以坐这边吗？可以啊，有吗？这一次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些话，就是不要烂尾。我已经把这个诀窍传给你们了，不要烂尾就能赢，已经没话讲了。反正我就是觉得你们需要一点鼓励嘛，为鼓励。那我们结束突击之后呢，现在其实已经是晚上的大概10点多了，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来叫一下越南当地的外送，来自 Garena 以及来自闪电狼后勤团队的一个建议。他们说来这边尽量要小心啊，不要乱吃啊，所以我们就遵循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其实就是一个是拉面店，另外一个是炸鸡店。那我们今天点的是这个 BBQ 炸鸡，没错，我刚从韩国回来，现在好像还在韩国，那我们就简单吃一下，休息洗个澡，明天见。
上海人吃。大家早安啊！现在是第2天的中午12点左右。今天呢是传说对决 AIC 国际赛的第2天，也就是联访日。那今天的话呢，就会是有一些国外来的媒体啊，然后来到越南这边来做采访跟拍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是职业选手他们的训练日以及彩排日。对我们这一些 Co-Stream 的 KOL 来讲呢，就是一个自由日。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趁空闲的时候到处走一走，然后来参观一下越南河内附近的一些景点。那我们就稍微准备一下，等一下出门会合。那我们现在旅游的第一站，我们肯定要先吃饱喝足，才有力气上路。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第一餐哦，我们今天这样吃下来，5个人总共是吃了200万左右的越南盾，换算成台币大概是在2300左右，除以5的话，一人大概是在400多块500的一个范畴内，我觉得不算太贵，但可能我觉得也不是太平价。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前往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教堂。现在来到的是越南河内的圣若瑟主教座堂。那这个座堂呢，它是在1886年的时候形成的。那它是一个新哥德式的一个建筑哦。有人说呢，它是参考了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建筑风格，看起来实在是真的是蛮壮观的。那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建筑特色，旁边2个有这个双塔钟楼，然后中间有一个比较高耸的一个尖塔。那内部呢，它是有这个彩绘的玻璃窗的，现在应该是没有开放内部的参观哦，所以很可惜今天没有办法进去。可以看到旁边呢也摆上了圣诞树，也代表了圣诞假期将近。各位，刚刚有一件很酷的事情，我们刚刚走到了星巴克，想要买一杯咖啡，结果发现越南的星巴克是不收现金的，他们只收刷卡或者是收 QR code， 我觉得很酷哦。如果要买星巴克，记得要刷卡。我们现在来到了河内的老城，有一点像西门町，摊贩更聚集、更集中的西门町。然后这一条呢，就是在老城区里面的其中一条街，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打卡景点，叫做马梅街。这个马梅街呢，稍微扫了一下旁边4周的店铺，大概有3到4成的店铺是咖啡厅，另外2到3成的店是 SPA 店。比较其余的，像是当地的便利商店，或者是一些抽水烟的地方。那这些小巷里面有一些像刺青店啊、小吃之类的。我们在越南河内蛮有名的一个地方叫火车街，然后这个火车街呢，应该是从这里上去的。我们刚从计程车下来，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美眉，她挡住了入口，不让我们进去，除非去他们咖啡店消费。It's not Korean, sorry. Yeah, so we don't know how to speak Korean. 你要到火车街里面呢，你一定要 OK 啊，他直接爬进去。你要到这个火车街里面呢，你一定要有一个老板，就是这个火车街上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的老板来带你，然后你要在那个店里面消费，你才可以进去。这个不是骗人的，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骗人的，但后来发现真的有这个规定，好像是因为有很多的游客在铁道上拍照，然后刚好也要促进他们的消费，所以现在只有这一些有执照的店家可以让游客进入到铁道区域。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火车街里面了哈，它是一段真正有火车每天会在这里行驶的地方，只有20到50公分的一个窄巷铁轨哦。然后这个火车街呢，它是在1900年代初期的时候建造的。这个社区呢，也沿着这条铁轨发展，居民呢大多在这个铁道的2侧建房子做生意，有一个蛮独特的一个生活圈。我们刚刚稍微询问了一下店家，蛮可惜的，今天的火车大概是晚上7点才会来，然后现在其实才4点多，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看不到火车。大家如果来的时候呢，建议可以提前去查一下当天的火车资讯，蛮可惜的。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个铁轨还蛮漂亮的啦。我们刚才离开那咖啡店之后呢，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火车铁轨行走，结果发现原来刚刚那边算是这个底部，这里才是真正的入口，直接从这里走进去就是火车街了。追根结底，我们被骗了。我一开始以为是骗人的，但后来发现真的就是鬼骗。直接从这个马路上进去就可以直接进火车街，也不用任何消费。大家不要受骗，大家不要受骗。到时候来的时候记得从这个入口进来，不要从那个入口。那我们准备前往下一站乐天观景台。我
们现在来到乐天观景台，然后我一直在思考我要不要到那边去拍一张照，但是我不敢，我超扯大，所以就简单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65楼，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越南河内的景色，大概是长这样。我真的是超扯大，我不敢过去了，就这样。你只要低头就可以看到65楼的高空，脚底下是完全透明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起来呢会像在空中漂浮，也就是我们的图片这样子。有空有闲的话呢，这个乐天观景台是可以来的，蛮漂亮的。大家早安，今天是越南行的第3天，那现在是大概中午的12点1点左右。今天呢，也是我们越南行的重点日啦，也就是我们终于又开始我们的 Coldstream， 然后今天是4强赛的第1天，闪电狼今天是在第2场，但没有想到我们睡醒的时候呢，第1场 Bacon Time 打这个 Four Sense 的时候，已经是3-0了，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比赛现场，准备要上 Coldstream 的台，然后线上跟退学观众一起帮闪电狼加油。大家早安，现在大概是早上的8点多哈。今天越南行也已经来到了第4天，那 AIC 也是来到最后1天的赛程，那分别是败部的总决赛以及最后的总冠军赛。那闪电狼昨天是很惊险的，才能晋级到今天的最后1天赛程。无论过程怎么样，至少他们晋级了。那今天呢，他们也会面对到2支都是非常强劲的泰国队伍，两金血刃。等一下口述见。在50分钟之后，等一下闪电狼就会在这里遇到晋级决赛之前的最后一里路最后一个对手，也就是 Bacon Time， 希望他们可以成功复仇。在8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决出今天的冠军是谁。希望电狼的选手们可以不留遗憾吧。那我们也会在台下尽力帮他加油。场间休息，今天已经是决赛日最后1天，没有想到闪电狼一次是1比3落后，一次是2比3落后，然后慢慢的穿上来，然后真的让他们用4比3实现逆转，而且还连续2次进到了最后的决赛。今天可能会站到晚上11点多，所以再买了一杯咖啡，也希望闪电狼等一下可以发挥他们的全力，去面对这个非常难战胜的对手 Four Sense。但是越难的挑战，越过去才越有价值。闪电狼加油！最后，闪电狼是1穿2进入到决赛，但不敌泰国赛区的第1种子 Four Sense。他们真的很强，最后以1比4的成绩落败了。整场的比赛我觉得非常好看，也很感谢这一次Twitch加 YouTube 有4000人以上的观众来陪我一起观赛。那很可惜，这一次闪电狼是以亚军折戟。今天的比赛让我们看到闪电狼有多么强的韧性。既然有这种韧性，只要在调整之后，状态更好之后，肯定会在下一届重施回归。简单给这一次越南行结个尾。今天已经来到12月7号，也是我们来越南的第4天。明天早上我们就会搭一早的飞机回到台湾。其实这一次的 Vlog 呢，会比较像是我的工作记录。那很可惜啊，最后这一次 AIC 的结局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1穿3结尾，但其实闪电狼也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仗。首先要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才有办法让我到这一次越南参加 AIC 比赛。那也是我第1次的 Coldstream 体验，我觉得非常好玩，非常的有趣。同时呢，
也很感谢大家在线上陪我一起观看。那之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呢，无论是各种形态的工作记录，我都会尽量的去拍 vlog。下一支影片呢，反正也是会是一个工作记录，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啊！我们下一支影片见。